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刚做完检测回来，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呢，有很多跟我互动过的网友呢，都知道我正处在上海封控的管制当中。那在这里呢，也跟关心我的大家呢报个平安。每天的检测呢都是阴性，我很开心。小岛头好壮壮。已经过了40多天的足不出户的日子，给大家看一个视频，我现在就在。这个节有一些心得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生活物资要怎么准备？我有得到资源吗？在封控期间要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有生存训练及准备，有派上用场吗？有漏气吗？当然，我所讲的呢是我个人的情况，不代表所有在上海的人。这次的经历也可以让我验证一下，还有哪些部分呢需要做调整。有跟我一样处境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呢，我先大致描述一下发生的状况过程。就正如我之前影片所提到的，有些事情的到来呢，总是让我们始料未及，这就是一个突发事件，突然就通知原地住所封控，猝不及防，我连去超市抢菜的机会都没有，同时快递物流也都停止了，快递大哥们呢也被隔离在这边的货柜屋里。所幸平常我就有储备应急食物的习惯，就赶快清点了一下。我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内容，请看说明文和置顶留言。大致跟之前那期食物分类相似，这部分呢很重要，因为这类呢都是可以常温长时间保存的。这里呢只说重点：麦片加常温牛奶，加很多鸡蛋，加常温密封保存的小面包，加热狗火腿罐头。这几样居家、户外露营和应急状况的早餐都适用，平常可以多存储些。另外，罐头要荤素平均，新鲜菜类只能短时间保存，脱水蔬菜可以准备一大包。还有泡面、自热军粮和快食餐盒类也要准备一些，在特殊情况或者偶尔想要偷懒一下的时候用。清点生鲜了，因为我平常都是买当天的生鲜食材，所以呢，这次冰箱的食物呢是有点窘迫，以后呢还是要多备几天份的量。记得有网友提到过，电视机可以买小的，冰箱一定要买大的。现在觉得真是没错，日用品也要赶快查看一下，大致了解自身的物资状况之后呢，趁线上超市还有购买机会的时候，赶紧购买，果断下单，多买一些，因为这是长时间的风控作战，现在还不知道何时结束。日后呢，可能会有供不应求、抢购、涨价等情形。肉类的可以冷冻，长时间保存，可以多买一点。但叶菜类呢，一般2到3天就会枯黄，要适量。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罐头或脱水蔬菜称一下。我要讲一个在风控期间很难抢到的菜，你绝对想不到，葱姜蒜佐料类的一定要多备一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风控期间很难抢，不知道是因为没有人工去挖呢，还是说不是必需品。反正我家里的库存到后面舍不得用的一些都发芽了，然后后面就再怎么样也抢不到了。请网上搜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它那么快发芽，新鲜的菜有什么办法可以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这里分享给大家。像这种难抢的叶菜类呢，可以打湿厨房纸巾，把根部及大部分包裹好，再缠上保鲜膜，这样还可以多放几天。大蒜、生姜的保存，至于这么珍贵的2样怎么来的呢？我后面会说。先讲大蒜，大蒜呢很容易发芽，要先把大蒜掰开，减少它生长的可能。再拿出一张厨房纸巾，上面撒点盐包起来，放入保鲜盒里盖好，天然的防腐剂，快写起来吧。生姜的保存，先把生姜洗干净，放入盐水中浸泡20分钟，取出后晾干水分，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在通风处就可以啦，这样就可以保存1个多月了。土豆和洋葱千万不要放一起，洋葱会加速土豆的发芽，这个我无心实测过。而苹果和土豆这2样结合在一起放冰箱就可以延长保鲜期啦。至于这颗发芽的土豆，我也没舍得丢。据说这样一颗小发芽的土豆放进土里面可以得到10多个土豆，我打算试一试。有好消息的话，我后面挖土豆给大家看看。
经过这一次，我也决定要学习一下种植技术。之前买的种子呢也没种，如果之前种了的话，现在可能就有菜吃了。然后呢，种了一些葱，旁边也长了杂草，但应该还可以用。然后新鲜牛奶也很难买，多买一些鸡蛋也是。好保存的蔬菜有马铃薯、洋葱、卷心菜、苹果、柑橘类的。日用品类呢，要特别注意的是消毒酒精和口罩要足够，无论什么时候，这些都可以保护你的自身安全。而且酒精也可以当燃料。记得检测回来之后呢，全身要消毒，抢到的菜呢也要消毒。卫生纸要多备一些，因为你也不知道要隔离多久，后面也很难买。然后瓦斯罐要备一些，常用药品急救包 EDC 内容物补充一下之后做专题介绍，还有营养品要备一下，这对封控期间的身体健康和抵抗力能有帮助。值得一提的是，从封控到现在40多天，我有得到调度外省支援上海的物资，有3个大礼包，非常暖心。第一个是 Costco 大礼包，有整只鸡，有整只大黄鱼，最喜欢的是有2盒蓝莓，放进早餐谷物里面，美滋滋的。第二个是大润发的大礼包，有虾，有牛奶，还有一大块生猪肉等等等。第3个大礼包来的比较晚一点，但是呢面面俱到，除了生鲜食材，还有日用品、卫生纸、牙膏、清洁用品，以及心心念念的佐料葱姜。当然有3次物资的补充，搭配上我的储粮和前期的准备，但是因为时间长，然后食物和日用品还是会缺乏，所以呢每天呢还是尝试着可以抢菜。我之前一直是抢不到的，后来我搜了攻略，半夜的时候把食品放到购物车，定闹钟5点起来抢，猛点，虽然也不一定抢得到。然后抢完了就准备做核酸或抗原，成为日常。前期准备的耐存放食物呢还是要多一点啦。这里呢有细心的小伙伴注意到了，这些物资呢大部分都是生食。有些伙伴呢是封控在工作室或者是分租宿舍，甚至像快递大哥的情形是封控在临时住所的。像这些地方呢都是没有厨房烹饪设备的，连喝一杯热水呢都有困难，就别说处理这些生鲜类食物了。这时候生存背包或紧急生存炉具包就能派上用场了。之前的影片也有谈过紧急炉具和应急烹煮的方法，像这类炉具罐，工作地点或车上备一个应急还是很好用的。另外，像之前介绍英军饭盒的配置，有炉具，有食物能存放，一般我也会放一组在生存包里。我也有用小岛饭盒炉加德式折叠炉配置的应急生存炉具组，这些配置日后都会开专题介绍。另外，露营的炊事装备也都很适合在这种没厨房设备情况下使用。套用电影《阿甘正传》的一句话，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随时做点准备，就可以让自己更从容应对。最后就来看看在宿舍的阳台临时烹煮食物的状况。因为防疫期间剩下最多的就是胡萝卜和洋葱，我先用洋葱加油炒出葱油，然后再炒胡萝卜，放进这个泡好的米里面，煮一个胡萝卜葱油饭。洋葱炒出来的油很香的，好，再搅拌一下，这样营养也很足够啦。加一点酱油调味，如果你在家有蚝油的话也可以加，我就只加一点酱油，搅拌一下。如果你在家里的时候呢，你就用电饭煲的煮饭键一按键就可以了。我这里呢就示范一下没有厨房烹饪设备情况下用露营器具也可以做饭。我用应急炉具，在户外煮饭防风要做好。
虽然没有彭于晏吃的那么丰盛，但也不至于一天只有一餐减肥餐，还是要设法吃得有滋有味啦。金灿灿的，好香。记得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保持阳光的心情去面对，才能身心都健康哦。闭关练功已经快50天了，持续努力输出创作，请大家多多给我点赞加油哦！留言给我，就算留个笑脸，我也很开心。